自从中国经济开始快速增长以来，到如今中国复兴之路进程愈发鲜明，西方媒体对于中国的抹黑和造谣就从未停止。然而，再多的抹黑都敌不过一次实践。就在最近，我国火星探测器成功着陆后，外国人的心态变了。综合各大媒体消息，2021年的5月15号，中国航天史上又多了一座丰碑。中国航天独立打造的天问1号着陆巡视器顺利抵达火星地表，祝融号火星车更是按预期计划开始了自己在火星的探索之旅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在2020年的7月底，中国航天就已经在文昌发射了天问1号探测器，在经历数月的漫长飞行以后，在今年的2月抵达火星轨道。而之所以经历了近3个月的绕轨飞行，没有选择降落，其实也和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环境有关。众所周知，对于航天项目，国际上往往是多国合作的方式。然而，因为西方国家的恶意打压和控制，国际现一步对火星的探测信息，对我国一直处于保密状态。为了能够提高此次登陆火星项目的成功，我国航天局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，以分步走的策略，逐步获取信息后，选择合适时机进行着陆。而这一观察就是近3个月时间。事实上，火星探测风险极高，难度极大。全球累计47次火星探测任务，但真正成功抵达火星地表的，算上这一次，也就10次，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。也正因如此，中国首次执行登火就成功，这种技术实力着实让世人惊讶。从某种角度来说，中国航天以一己之力拉高了世界探火任务的成功率。登陆火星最大的难点就在于中继卫星技术上，信号的传输需要经过漫长的距离才能到达地面控制站。以中国这一次着陆而言，信号延迟在17分钟左右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当地面控制站接收到天问1号探测器和着陆器分离的消息时，着陆器其实已经抵达火星地表10分钟。因此，着陆器如果在着陆过程中发生什么事情，地面控制站是完全没有办法改变，只能单纯依靠火星着陆过程中自己预设的方案独自应对。也正因此，这一次我国天问1号着陆的7分钟，被外界称之为独自面对的黑色7分钟。从相关消息传出以后，也吸引了各国网友关注。有网友就表示，只要中国愿意下决心去做，就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得住中国。也有疑似美国网友认为，中国的火星登陆是真实的，但美国所谓的火星登陆却仍需核实，毕竟他们已经伪造过登月了，再重复一次并没什么。希望大家注意一下未来的照片，或许 NASA 和 CNSA 的火星照片会存在差别。显然，从评论中不难看出，再多的抹黑都敌不过一次实践。而当中国成功完成这一系列壮举时，外国人的心态变了。